今天主要是讨论2个问题，第一个是黑风山上到底有多少个势力，第二是为什么天命人会不杀死黑熊精。还是先给没有看过我之前推测分析的观众讲一下我推测出黑神话悟空的大背景，就是5个妖王能出现在捉拿悟空的现场，获得5大根器，他们背后都是有人的，他们都是大圣和二郎神寻来帮助实现天命人计划的。那黑风山除了天命人之外，其他到底有什么势力呢？之前视频解释过，黑熊精背后就是观音菩萨。然后看看黑风山的土地，当土地能教会天命人定身术的时候，有没有疑惑过小小的土地为何有如此的神通？在黑风山的土地隐神图里面写道，在之前就有一个老道士给了灵丹妙药土地，告诉土地黑风山有动荡，需要土地折服，而且教会了土地2个法术，说自己不方便出面，如果见到天命人把此法术交给他。老道士最后明确提示了一下自己的身份，留下了香味清远、叶间极细极长的叶子，这其实就是菩提叶。所以此老道士正是悟空的师父菩提祖师。从西游记到黑神话悟空，还是菩提祖师最同悟空啊。接下来在黑风山的中段，我们会遇到一个白衣修士，在黑风大王的隐神图里面说，新来的白衣修士有些神秘莫测，让人猜不透，所以白衣修士不是黑风山本地人，也不是黑熊精的救世。在击败白衣修士的时候，是大哥要我来此做个内应，这才假意听命于那熊皮，守着后山要道。其实他口中的大哥几乎可以断定是二郎神了，但来源可能就不全是西游记当中的眉山七圣，而是融合了封神榜里面的眉山七怪，其中眉山七怪的长号就是白蛇。第二，讨论黑熊精为什么可以不用死，5个妖王除了牛波王以外，就是黑熊精没有被天命人打死了。我们先来看看他来黑风山做了什么。因为要做出占山为王的假象，他需要有帮手，首先想到就是以前与自己交好的狼妖灵虚子，他使用的是南海籍的回声真言，加上悟空的根器，复活了灵虚子，而且是以自愿赴死的狼妖为祭，就是黑熊精和狼妖们都是你情我愿的，但复活了的灵虚子自己不能接受需要他人的血苟活于世，所以他自杀了。后面黑熊精发现从狮驼岭过来的苍狼精有能力，所以扶他上位，取名为灵虚子，与故有一字之差，同时收服了以前在金池长老手下的广智和广谋。最后在白衣修士的加入后，黑风山的阵容就齐整了。在黑风山发生了很多插曲，例如灵虚子只想要更强的武力、强权统治，不像灵虚子会讨论思想和平统治。在灵虚子握权的时候，还带领狮驼国的新狼妖，在吃用上都超过了旧派的狼妖。旧派狼妖当然会怀念灵虚子啦，并且他们密谋声讨新的继任狼妖。灵虚子也是早有准备，所以借了由头要将旧部赶尽杀绝。广智闻声赶到，扛住了灵虚子。黑熊精知道此事后，其实是要责罚众妖的，但蛇精一派从中调停，所以黑熊精也没有对妖怪有责罚。苦闷之余，黑熊精也尝试复活以前和自己念佛经的金池长老，但长老没在肉身回归，附身在了金银财宝上，成为山中游荡的孤魂，也就是很多游戏玩家的噩梦大头。综上所述，黑熊精在黑风山其实没有太多作恶的事情，在狼力士的隐神图也可以看出，小妖们也只是会化作人形去镇上骗吃骗喝，还会被镇里面的人打，就是镇里面的人还算是安居乐业的。黑熊精一派并没有行杀人之类的大恶事，就如击败他的时候说，偶尔骗些小妖怪炒卖敛财而已。而且他拿来的财物很可能用作的地方，就是第一次见黑风大王时候说的，我重建了观音禅院，规模比之前的更大。那些葬身火海的僧众化为孤魂野鬼，在这黑风山间游荡，是我亲手将他们超度。我甚至把那些经书残卷一一复原。这是第一个黑熊精不用死的原因，他并非大奸大恶。然后我们再看第1章节结束的画卷内容，可惜空有贼心，却无贼胆。所以黑熊精被击败后所说，况且这玩意儿邪乎得很，得来后根本不知如何炼化，可能不是真的。加上白衣修士的隐神图，合理怀疑他可以炼化，但有可能会走火入魔，他没有胆子去做。这是黑熊精第2个不用死的原因，因为他没有碰根器。最后是天命人在击败黑熊精后，土地一直在帮黑熊精打掩护，
黑熊精第一次求饶，说不是自己干的。难怪说的倒不假，借再多的胆子，他也绝技不敢自己谋害大圣。黑熊精第二次求饶，别听他掰扯，小猴子，赶紧先把大圣的遗物取回来看看。那土地其实是保护黑熊精的。那之前我们也知道土地的背后是菩提祖师，然后我们再回看黑熊精的隐神图的内容，龙女说菩萨会帮你打点的。这里的打点可能就是观音有去告诉菩提祖师实情，也让菩提祖师若黑熊精没有犯大错，可以饶他一命。所以菩提祖师来到黑风山，也转告了土地。其实黑熊精是真的没有胆量，一开始就不想来，怕死。后面他的求饶其实也是说，饶我这一次，我自当回到南海负荆请罪，重戴金箍，从此不再离开普陀半步。就像第一章卷轴后面说的事情一样，他的命自戴上禁箍之时，便已注定。在这个视频的结尾有一个个人的见解，并非原文的解读。很多人解释这个章节描写的是贪，就如同《西游记》金池长老故事一样，一时贪念会做出悔恨一生之事。但我觉得这个故事的一个寓意，正如同收获的根器明智、眼见喜一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眼见也不一定为实。谢谢大家能看到这里，也谢谢很多观众给我输出的观点，我还会持续的更新黑神话悟空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